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读到的这本书呢，稍微有一点点专业，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精神分析方面的内容，但是不算太深入，所以说入门级的选手也是可以读懂的。这本书叫做《走出幻灭》，作者简·大卫·纳索是一位有50余年临床经验的精神分析师，曾经师从著名的精神分析学者雅克·拉康。我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作者大卫·纳索从一个非常特别、非常新颖的角度阐述了抑郁症的起因和解决办法。随着近年来大家对于心理意识的增强，抑郁症这个话题也更多的被带入了大家的日常生活和讨论中。无论点进这个视频的你是否正在和抑郁症做斗争，或者说只是日常感到有一些抑郁的情绪，这本书呢都会让你对自己以及对抑郁呢有一种全新的了解。在神经学和医学的角度，抑郁症被认为是一种天生的神经缺陷，缺乏神经端处的活性或者是物质传递因子，所以呢需要后天通过药物介入来恢复平衡。而心理学的其他流派，比如说认知行为疗法，抑郁症呢会被认为是一种可以被纠正的认知行为模式或者是生活方式。药物治疗带来的副作用在抑郁症不需要再被强调，而认知行为疗法虽然被认为是目前最有效的治愈抑郁症的方式，但是也有很高的复发率，而且医学也一直倾向于把抑郁症看成是一种慢性病，一旦患上，或许就无法被根治，患者要学习的是和它的共同生存。精神分析和其他心理疗法的区别呢，在于它倾向于深入每个个体的自我结构，探索早期的记忆与创伤是如何仍然深远地影响着个人的当下的。精神分析也认为，如果这些无意识地影响着人们的想法、欲望、冲突被带入意识之中，症状就有减轻甚至消失的可能。那简·大卫·纳索在这本书中到底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创新呢？大家可以先看看他在书中提出的这个模型。心理界传统的对于抑郁症的理解可能是早年受创，成年后受到外界的诱因激发，患抑郁症，也就是图上的1、3、4步，而大卫·纳索在其中增加了第2步，抑郁症前期的神经症过度幻想。神经症可以被理解成一种用来对抗早期创伤的一种心理结构，因为创伤的不同，它可能会外化成强迫症、恐惧症或者癔症等等。我们来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小孩子从小生活在一个无人照顾，而且父母都非常暴虐的环境中，他为了生存下来，可能就会幻想出一个美好的故事，他其实是一个落难的王子，总有一天他真正的家庭会回来找他，他失去的安全、庇护、尊严全都会被找回来。那么带着这个幻想长大的他呢，可能在成年后又遭遇了某种创伤，让他回到了小的时候的无助、卑微或者羞愧的时候，他的幻想遭到了挑战，因此可能会破灭，他也就得了抑郁症。简·大卫·纳索说，其实抑郁不仅仅是因为曾经失去了宝贵的东西，更是因为失去了幻想的世界，失去了曾经在幻想世界中受保护的有尊严的自己。一个抑郁的人不仅仅失去了爱，而且失去了一种活在爱之中的可能，他丧失的是一部分的自己。简·大卫·纳索认为，要治疗抑郁症，必须也要同时治疗神经症。我们不仅要带患者回到早期的创伤，而且还要让患者看到幻想是如何出现的，它又在患者的自我和自恋方面起了怎样的作用。
在治疗中，一边治愈患者早年的创伤，一边允许患者去表达自己的攻击性，一边帮助他重新建立一个健康的、灵活的自我。这样才能使他真正走出创伤带来的影响，也帮助他哀悼他幻想世界的幻灭，最终意识到他不再需要他来支持自己生活了。简·大卫·纳索也在书中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如果说抑郁症是发烧的话，那么神经症就是感染源。因此，抑郁症反而成了我们探索自身性格中更深层次的矛盾、冲突、症结的一个可能。它也给了我们一个回顾自我、了解自我并接受自我的一个学习机会。简·大卫·纳索在这本书里还细细地讲述了关于抑郁症患者的一些特质，这些特质又如何使治疗和恢复更加困难。还有更具体的关于什么样的创伤会导致什么样的神经症，进而又会发展成什么样的受挫感受，非常的具体。相信对于抑郁的人和心理从业者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借鉴，推荐大家都去购买原书细细阅读。我这里决定不更细节的跟大家展开了，而是分享一点我自己的体会。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事实上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感到自己好像终于被理解了，也非常的感动。我就是书中描述的这种小孩，在小的时候经历创伤，发展出了一种自我防御式的幻想和自恋，在成年后这种脆弱的自恋被打击，感到再也爬不起来了。然而让我感到悲伤的是，很多的心理学书籍都是在片面地讲独立的一个问题，他们未能看到这些问题之间的牵连，也总是带着一种贴标签的感觉。A 问题 B 问题，你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其实对于心理的恢复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反而给人带来很大的负担感。而我在心理咨询的求助呢，也总是感到频频受挫，可能并不是因为每位咨询师都有作者这样的洞察。当我非常努力地告诉咨询师我的幻想朋友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时候，他劝我告别幻想，开始真正的生活。当我回顾儿时创伤，希望从中间更多的理解它是如何影响我当下的生活的时候，他劝我想点积极的，不要总那么消极。我感受到在咨询工作中，我一边要维护我已经因为外部创伤脆弱不已的自恋，我还要坚持向咨询师呈现我的破碎之彻底，而他根本不理解为什么只是一次失恋，求职被拒绝，对我的打击就会那么大，为什么无法前进。有时候咨询师的声音就像我父母的声音，在儿时他们缺失了我的陪伴和供给，在成年后他们又希望我健壮强壮的坚强的一往无前。所以我也非常开心读到这样的书，也希望能把这本书推荐给更多正在抑郁中的人。我们需要正确地看待自己的抑郁，它指向我们非常重要的不能够被忽视的丧失，而且它也在告诉我们，我们不仅曾经失去了很多，我们还失去了幻想，失去了当下充满爱的希望的生活可能。它让我意识到抑郁很关键的一环其实是自恋。在我们小的时候，在创伤的打击下，或者一个糟糕的环境中，我们很难形成一个健康的活跃的一个自我。自恋可以被理解成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我是不是好的，是不是可爱的，值得被爱的。它也折射出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还有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的理解。健康的自恋代表我是可爱的，世界是可爱的，他人也是可以爱的。而一种不健全的自恋可能是僵硬的、
虚假的、脆弱的。武志红老师经常提到的全能自恋就属于这种。为了应对外界的创伤，我们可能不得不发展出一些虚假的、僵硬的自恋来面对挑战。例如，相信自己是无所不能的，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爱自己，相信自己一定会获得圆满的、被人羡慕的爱情等等。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自恋的内容呢，也可以去 B 站关注一下武志红老师的内容。简·大卫·纳索的理论让我看到我的自恋是如何被早期的创伤影响，我又是如何为了保护我自己脆弱的自恋，发展出了一套幻想的体系。然后这套幻想的体系在成年后受到挑战，我感到自己好像不再知道自己是谁了，也不再知道怎么去生活了。首先，这绝不代表我们是脆弱的，反而我们是多么的坚韧和顽强。即使在没有阳光和水的地方，我们的自我也能够开出繁花来。虽然是虚假的脆弱的花，但是它也在漫长的岁月中保护了我们的自体和我们的自我感受。简·大卫·纳索的理论也让我更加深度地理解了我的哀伤和抑郁是什么。曾经我一度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其他人失恋2个月、3个月就能够走出来，我却几年都无法忘怀。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一件事情过去？简·大卫·纳索的理论让我意识到，原来我的内心真正伤心的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份爱的结果，而且我得到的是又一次印证了我童年最恐惧的怀疑，我可能是不值得被爱的。好像有一种仿佛受到了某种诅咒的阴影盘踞在我的身体里。还有一份最痛的丧失来自于我曾经坚信，只要我努力，我就能够改善自己，我就能够改善我的生活，我就能够获得好的结果。这个相信曾经支持着我走过最艰难的时候，但是它却被外界证实是脆弱的，不再适用的。简·大卫·纳索在书里建议他的患者将他曾经经历过的童年创伤以时间线的方式一一列出来，然后去感受这些事件给曾经的自己带来了是怎么样的影响，它又是如何和当下的世界相连的。我这样做了之后呢，发现自己的内心一直藏着一个被忽视的、不被重视的，深深怀疑自己不值得被爱，害怕展露我没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小孩。而我在和他人交往，在亲密关系中展现出的执拗、偏执、偏激等等，都是来自于他的情感表达。他在试图帮助自己好起来，只不过他用了他唯一知道的方法，掌控、伪装、控制他人，竭尽全力。意识到这些之后，我内心有一种深深的哀伤，还有一种深刻的对于自己的理解而产生的一种感动。我意识到自我恢复的这个历程将会非常的漫长，但我似乎比之前更清晰地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走出抑郁，走出幻想的破灭，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活跃的自我。这个自我拥有一个和事物能够真实的连接的一个健康的自恋。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也读到了一些对我来说非常非常受益的书籍，他们可能乍一看不是基于某种科学的现代的体系和理论的，但是它呢却也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受益。在后面的视频中，我会陆续给大家推荐这些让我感到很有启发的，我们该如何更好的去生活的这样一些书籍。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其实也像我上次给大家推荐的
如何为爱立界限这本书说的一样，也许生命的本质就是觉察、放手、感激、接纳、臣服、边界、感受，松弛地去生活，并且接受生活本来的样子，接受生活给我们的一切，放弃控制，放弃掌控，放弃执念。好了，这本书走出幻灭我们就讲到这里啦。以后呢，会持续的给大家讲解一些我觉得特别棒的心理学书籍，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请点赞、关注、投币、转发。我们下期再见啦！